从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留学生这个群体他们的整个命运和故事还是挺有代表性的。疫情来了以后对人的影响和对人的改变究竟是什么，这个事情一定是得要靠小的故事花长的时间才能描述得出来的。最开始的会比较聚焦在一些标签性的话题，比如说回国难、得新冠的问题、学业本身的问题，但是可能越往后做，不自觉的就会被人物吸引过去吧。在这5集，第1集主人公倩怡在德国学物理的，在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被确诊得了胃腺癌，而且还是晚期，医生也跟他说可以做临终关怀了这么一个局面。他要面临的就是一方面是回到国内去寻找新的这个治疗的可能性，一方面要道别的在那边的爱情友情，道别的人生花了很大的勇气去做重新去学物理的这样一种人生可能。比如说如果有点成就的话，可以给家里增点光什么的，家里出了个物理学家，现在不想那个了，现在回家就好了，回家就好了。第3个的小董呢，就是我们的大多数甚至很多行业的写照，他就一直在法国做旅游，事业非常顺利，一度戛纳电影节、华为团建、网易团建，但是旅游行业基本上就是疫情来了之后第一个被打趴下的。他呢就开始找新的可能性，那就是去做摄影师。这个做影1把刀差不多小时吧就没了。好不容易有点盼头了，疫情又来一轮。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凭什么是我呀？就这句话我能说1个晚上，就凭什么是我呀？凭什么是我？凭什么是我？凭什么是我？小董他可能性格啊表达啊没有那么有力量感，勇敢的方式很多种嘛，他那种是可能最不被人看见，但是是最跟我们大多数人最相似的一种。我觉得跟我挺像，在土里边待1年，然后破茧了以后就浑身盔甲。第5集的嘉凯呢，其实没有什么中国人会跑到蒙大拿那么一个偏远山区嘛，去学的纪录片摄影其实挺冷门的，他方圆几十里可能就只有他一个中国人，他是非常出色的纪录片摄影师。Listen, JK, you got the talent too. You want to do this, and you say you want to do it, you're invested in it, so you're not going to screw it up. 本科毕业的时候一样，其实是一个很青涩的懵懂的状态，无数种可能性和选择的这么一个少年嘛。注意安全。疫情来了之后，他的人生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的选择的空间了，他只能回来。那回来以后做什么呢？压在他心里面，老说就是时代裹挟一个人往前走嘛，裹挟你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到的。这项目就是2020年底开始做的，核心困难对导演来说，你见不到主人公，导演也出不去，只能请国外的摄影师帮忙拍摄。留学生群体里头，那一年他们身上发生了太多东西，自己内心其实缺憾跟表达的欲望也挺强的。摄影师在那边呢，都是把心投入进去的，都是很真诚的在面对这些人。第2集的那个邢希璇呢，学戏剧毕业，他这一部戏剧的筹备中间经历了也很多坎坷。现在雨有点太大了，今天的就是演出先中断一下。然后就开始哭，大哥可能机器放旁边，这算啥呀？20多岁，我来纽约的时候我还混帮派呢，混不下去了，找工作开公司，合伙人都跑了，还是要走下去的小姑娘。可能就是因为疫情来了，然后大家在海外天然的有一定的压力在，
大家碰在一起以后，觉得这个记录本身至少能给一点安慰吧。疫情还没有结束，未来还不能确定，但是我就相信，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不让未来的自己失望了。总之，继续做梦吧。然后倩怡就是当时去广州的时候，我们去拍纪录片，我就觉得我们是欠他的。大半辈子你都再碰不上这么一个人，他很坦诚又那么开放。那个时候觉得唯一能安慰到我们，确实就还是陪在他身边的人了。瞎聊天，可能一聊聊好几个小时，然后就那次聊天，然后就说到卡西尼号，我就是隐隐感觉到，应该就是他对死亡的一个态度吧。星星死了之后爆炸，然后变成下一代星系的原材料。我们都是星辰。纪录片实际上就是依赖对人的理解，彼此的信任。它不只是一个留学的故事，而且就是一次人生的旅程嘛。那你说这个影响有多大呢？我们大多数人的真实的状态一定是不激烈的，它的影响是一个扎针似的，时不时扎你一小针，你甚至都看不到伤口，但是那个针尖可能是有一点毒的，它留在你的身体里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几年所有人要面临的一个很真实的处境。